注意看，当地铁跑酷中的主角已经不跑酷了，而是变成保安开始抓人，居然这么强吗？就连官方都万万想不到，中国玩家的脑洞竟然如此奇特。在小破站有一名叫做木糖的博主，他看到地铁跑酷中的主角天天躲精力戏弄保安也太可恶了，于是他打算给保安出气，为保安做一款地铁抓捕游戏。从一开始的人物建模和地图设施重建，再到游戏机制算法以及代码的编程，都由小哥一手完成，甚至小哥还亲自上场配音。不仅如此，小哥还在设计保安建模时给他增加了一个小动作，给保安加一个侧踢。保安比较壮，踢2级火车没什么问题吧？但是小哥还是怕保安抓不到调戏他的主角，于是为这款游戏重新设计了道具。首先登场的是冲刺道具，可以直接无视任何障碍物将他们全部撞飞。还有这个牛顿看了都惊讶的反磁铁道具，竟然可以让周围道具悬浮起来，甚至还有这个金骷髅头，可以实施快速抓捕。但是小哥仍然认为这样还不够霸气，于是自掏腰包买了这么一款破碎插件，可以直接把车厢击成碎块。最后让我们看看博主注入灵魂的保安猎杀时刻。狩猎的时候到了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竟然用化妆技术神还原了那个男人。骆驼最洋气这个博主，绝对是把亚洲邪术发挥到极致的人。就比如下面博主仅靠化妆就还原了至尊宝。I've always liked to play with fire. 不仅如此，博主还称自己为黄渤重庆分博。Drop。哎呀，不仅国内人物可以完美还原，甚至外国明星都可以融会贯通。加速呼吸，心跳频率只为你。You know I want you, baby. 我只是没有办法，眼睛不看着他。看了博主这堪比换头的操作，就有一些小黑子吐槽：“你这绝对是假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像？”随后小姐姐直接拍了一个古一法师卸妆视频。看完视频后，小黑子瞬间沸腾说道：“有本事你还原几个古代人物！”小姐姐也是嘴角微微一笑，立刻就发布了这2个视频。姐，汉头回来了。身如逆流船，心比铁石坚，望复全而至，至此不怕难。好家伙，这哪里是化妆，分明就是换头！注意看，眼前这个美女老板只是上架了一个玩具手铐，居然被爱整活的网友们逼得连夜转行。只因一名网友无意中发现这个手铐除了拴人，还能挂上吹风机，于是果断给了好评。而从此之后，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起来。第2天就有网友将这个手铐把他们家的狗子给拴了起来，还评论道：“吸力很棒，75斤的狗子也挣脱不开。”好家伙！还有的网友也表示自家的猫也很喜欢这玩具。眼见这玩具手铐的用途如此之广，无数宠物店的老板是纷纷跑来进货，而老板只能无奈地说着：“家人们，我这是玩具店，不是宠物店啊。”然而，随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小姐姐也只好半路转行开启了宠物店。原本用来挠痒的黑色羽毛也变成了逗猫棒。就在小姐姐以为这下网友们能停止整活时，
可没想到他严重低估了网友们的实力。下面这位网友率先发难，用了这个可以考上大学吗？小姐姐无奈的回复：可以，你把监考老师考在那里就行。还有这位网友发问：这个可以吸鼻子黑头吗？小姐姐回复：可以，把你整个人吸过来都行。可到了后来，网友们问的问题越来越奇葩，把小姐姐都给整不会了。直到这个网友的出现，可以买给男朋友吗？小姐姐一脸兴奋地回复道：终于找到个正经人了，当然可以。嚯！中国可以没有星巴克，但不能没有人民警察。咱们的4位执勤民警顶着大风在星巴克门口吃盒饭，没想到刚吃到一半，就有星巴克的店员走出来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你们能换个地方吃吗？你们坐在这里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品牌形象。听到这话，民警是觉得心酸至极，只能无奈地蹲在路边吃起了剩下的饭。更过分的是，民警在离开星巴克后把桌子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一点垃圾都没留下。星巴克的店员居然还以各种奇葩的理由投诉了他们，直接引起了网友们的众怒。真的好奇星巴克的品牌形象是什么？难道他们眼中的高大上就容不下咱们的人民警察了吗？而且星巴克的员工哪里来的优越感？民警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，没有固定地点按时就餐。民警的工作，星巴克也是受益的一方，而民警的辛苦付出却换来了这群白眼狼的下头行为。你们是不是跪久了就站不起来了呢？别忘了，这可是咱们中国的领土，人民警察才是我们坚强的后盾。星巴克对于我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。而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，星巴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可能要遭受损失，于是就发表了一份毫无歉意的声明，满口狡辩说这是误会。而网友们自然是不买账，在底下对着星巴克一顿狂喷。可这还没完，就在前段时间，这瘪犊子又开始作妖了。有网友爆料说，19年在星巴克买的会员卡放了几年没有用，今年一查竟然发现被盗扣了3000多块钱。对此，星巴克竟然理直气壮地说，这是延期管理费。这顿操作着实是把我们给整无语了。而星巴克的会员卡在美国、日本和加拿大都是写着永久不过期，如此下头的双标行为，有人会在他们这里消费就离了大谱了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国货蜜雪冰城在听说此次事件后，立马就在店门口拉起了横幅，表示欢迎执勤民警进店休息。不仅如此，每当夏天来临，蜜雪冰城还向环卫工人提供休息场所，自带杯可免费提供饮品。而且蜜雪冰城还因为曾经雇佣童工被罚，而门店负责人的道歉声明更是让无数网友瞬间破防。女儿15岁，对了，前2年这个孩子他其实是被一个家庭抛弃的孩子，然后自己在工作。我当时为了帮法局上才支持他，他走了，我现在不知道他哪里。市法局他是罚了1万块钱，当时我应该承担这个问题。在2021年，河南遭受特大暴雨，蜜雪冰城总部也在河南，同样遭受着暴雨的侵袭。本身就是受灾群众的他，还是义无反顾地捐出了2200万。蜜雪冰城与河南人民始终同在。小雪真的是一边捂着自己的伤口，一边用自己的力量去照亮别人，因此小雪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，以至于后面小雪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，网友们开始齐齐护短。上次喝蜜雪冰城下午就肚子痛，仔细想了想，原来是我前年喝了杯星巴克，再也不喝星巴克了。10几块钱的奸臣你不查，你查我几块钱的心腹，它价格轻轻的，他懂什么呀？鉴于蜜雪这次的行为触碰到了我的底线，我决定再把底线放低一点。注意看，这位自称为人和善的小鲜肉，是魔仙堡艺高花重金请来的新高一班主任。由于本届可爱的高一新生有点性格胆小内向，并且害怕校园暴力，但又渴望在知识的海洋中为非作歹。我们是什么呀？我们是学生，学生就应该有学生的样子，对老师诚门立雪，对同学和睦友善。啊，对，在知识的海洋，我们为非作歹。在魔仙堡，有我们这样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校长为了保护自己，保护可爱学生的人身安全，特此请来了杜玉明老师为高一新生保驾护航。我是你们高1年级新的班主任，我为师和善，不喜欢体罚学生。你们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我也会和颜悦色地教导你们。我不喜欢批评学生，但你们要听话哦。高一新生听说来了新的班主任又如此和善，那可谓是太开心了，立马开始讨论如何欢迎新班主任。收到消息了，什么消息？把卡！我是你们高1年级新的班主任，我为师和善，不喜欢体。第几任了？你还是说吧，碰一碰吧。多多指教，班主任。在感受到学生们的热情后，
老师也是保证班级里的学生绝对不会被欺负，因为欺负你们的人可能再也见不到。但如果我们班的同学被别的同学欺负，你们一定要告诉老师，我来教育他哦。纯爱不分品种，素质不分物种。眼前这只调皮的小星星正嚣张地向游客扔石子，结果这一幕刚好被在一旁的星星老登看到了，二话没说就掏出树枝，当场加法伺候了起来。打我撒，你打我撒，你打我撒，你打我撒，打我撒，你打我撒。这下小星星的童年算是彻底的完整了，而像这样调皮的星星还不在少数，比如隔壁同样调皮的星星就抢来了游客的自拍杆，正玩得不亦乐乎，却被星星妈妈看见了，随后从小星星手中拿过了自拍杆还给了游客，上演了一场动物版的言传身教。这么温柔的教育方式，强烈建议我那爱用七匹狼的老登也学习一下。还有下面这只星星被游客投喂用瓶子砸中，喝完后默默收拾周围的垃圾，手里拿不下的就用嘴叼着，并把这一路上的垃圾全部捡起来带走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智商那也是非常的高。男子在动物园给星星看视频，中途不给他看后，没想到星星瞬间耍起了小脾气。好，那有不给你看了。果然，这世间除了文字，万物皆有灵性。就比如下面这只没有抢到东西的星星，你是不是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呢？又到了1年1度的野外生存训练，寻亲之太公你在哪？每年的3月，华南 F3都要进行盛大的祭祖活动。为了能够拜到老祖宗，三兄弟可谓是个个都身怀绝技，徒步10几公里那已经是基本操作。遇山走山路，遇水走水路，没路的话那就直接开条路。比如下面这位老哥只身游向湖中心，只为了能给阿公放上一挂鞭。这还没完，如果老祖宗在水底下，这时候就要换上潜水套装前去祭拜，可以说是非常考验后辈们的实力，没点实力还真去不了。上山下河连刀开路都不算什么，就算山路再崎岖，也阻挡不了老表去拜祖宗的脚步。遇到老祖宗在山上，攀岩也就成了家族每个娃娃从小的必修课，仅靠一根绳索就能爬上万丈高空，还有连绳索都不用的，徒手就能登上一线天悬崖，真就过去了能见祖宗，掉下去了也能陪祖宗。不管什么珠穆朗玛峰，我只要我的太公。在广西，你过年可以不回家，但祭祖你必须得在家，而且祭祖的当天，不管是刮风下雨，就算下刀子也要去。天气好的顶多脚上磨个泡，遇到天气不好的，极其考验体力和忍耐力。有的一个祖宗一个山头，一天下来翻了几座山，累得差点去见祖宗。然而能找到老祖宗的坟都算好的。有的记忆力不好的老表忘记了祖坟的位置，从早上走到晚上，愣是找不到祖坟，急得就差给老祖宗打电话发定位了。网友辣评：一群人找不到墓，我一急眼拿出了我的清华毕业证，一会就看到祖坟开始冒青烟了。而条件好点的祭个祖，可以借助一下高科技，一路上也是状况百出，像什么爬错山头、哭错坟，那也是常有的事。